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节，我是主持人袁丽。大家刚才听到的呢是叫新闻联播吉他版，是贝斯在湾区的一个叫境外新势力的乐队演奏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资格非常老的境外势力林培瑞 Perry Link 教授来表演单口相声《戏剧与方言》。有请林老师。听得见吗？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基本的研究都做完了以后，可是得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很困难，我就把自己塞在一个屋子里头，一天到晚写。几乎不做别的，也不出门，就是写。但是写到晚上累了困了，我就为了娱乐听了一些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段子。第一次听不大懂，可是听了又听，慢慢懂了，最后也背了几个段子。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一些，记得不多。我先给大家表演，有一个叫做戏剧与方言，跟郭启儒一块儿写的。相声当然本来是有两个角色，一个捧哏的，一个逗哏的。这儿因为袁立不愿意做我的捧哏，我就自己捧自己的哏，好不好？我往这个方向那就是逗哏的，往这个方向是捧哏的，好不好？相声段子当然传统是穿大褂，拿扇子来扇，侯宝林都是这样演的。OK， 好吧，我就开始了啊。做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哦，这么说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我说话跟说话不同啊。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那么说相声呢？相声它是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这个艺术语言跟一般人说话就有很大的不同。台词儿它必须得精炼。要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的北京话，是精炼的北京话。经过了提炼，经过了艺术加工。那么您来举个例子不？那个啰嗦北京话是怎么说的？啰嗦北京话，那比如说吧，
哥俩住一个院里，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夜间大家都睡觉了，突然这屋门一响，那儿一发觉，两个人你问一答，说来这点事情几个字就能解决，要用那老北京话能说是嗨啰里啰嗦。那么您给我们学学啊，这老北京话是怎么说的？老北京话，那比如说吧，夜间了，大家都睡觉了，这屋门一响，那儿发觉一问，哟呵，哟呵，哎，先来个感叹词，哟呵。那五光当下子门响，黑更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愿意怪吓人的。哦，这么一大套，哎，回答也这么啰嗦哦。回答怎么说？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呢，您的倒甭害怕您。哦，这位还比他还啰嗦，哎，这位还得关照他呢。哦，那这怎么说？黑更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他说：“哦，不要紧的，哥哥，我是配置医生的，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都不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吧。您呢？这费多少字呀？300多字。但是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么点事情，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能解决。哦，是4个字一句。哎，那怎么说的呢？精炼北京话，这儿屋门一响，那儿发觉一问，这是谁呀？是我您了，4个字，回答也4个。你干嘛去？我撒泡尿。这省事多了啊！不，还有比这个省事的。哦，哪儿的话呀？山东话。哎，山东人说这么点事情，同样4句话，用12个字就能解决。哦，那怎么说？3个字一句啊，是山东话。这儿屋门一响，那儿发觉一问，这是谁？这是我。上哪儿去？上宾所。哦，这个省事多了，好极了，最省事的吧？哦，不，还有比这个省事的。哦，哪儿的话呀？上海话。哎，上海人说话说这么点事情，8个字就够了。哦不，啊不是2个字一句。哎，那怎么说？上海话。这儿屋门一响，那儿发觉一问，啥人？我呀，做啥事？这恐怕最省事的吧？哦不，还有比这个省事的。哦，哪儿的话呀？河南话。河南人说话说这么点事情，4个字就解决问题了。哦，1个字一句，那怎么说呀？河南话。这儿屋门一响，那儿发觉一问，所以我抓鸟。谢谢林老师，您请坐。坐这儿。您坐这边吗？坐这边吧，这边好。是不是很值得来吧？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是太幸运了，谢谢您，真的是谢谢您。林老师是我一直想要邀请上播客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就是我很少被一个人这么 intimidated， 因为他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说了好多回，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什么样子的话题，因为他可以讲的话题太多，也可以讲文学，也可以讲中文，也可以讲教育，可以讲民运、民主运动这种各种各样的。但是呢，今天我想跟林老师讲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就说您觉得就是从普林斯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到现在这个加州大学这个 Riverside 河边分校，您觉得就每一个年代的这个大陆学生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他们来美国留学的目的会不会不太一样吗？不一样。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研究生多，本科生不多，研究生想研究，当然大部分是想研究科技 STEM 之类各种题目，但是来跟我学的当然是念文的多。毛泽东死去以后，商人文学以来，他们过来是有一种逃命的心理。我要到美国来做一个这个 beachhead， 我这儿生根，想留下来，而且对共产党对中国的政治非常有批评态度，而且外露的，在 UCLA 那时候，80年我刚回来的时候，校园里头放了一个牧马人的电影，是张贤亮的。叫林与肉的小说编来的，关于我们宁夏他下放农村的，很多学生来，多半是念科技的研究生来，都是一伙儿，非常赞成这种电影的意思。但后来不一样，这64以后，敢出来那样露骨的把自己的政治观点显示出来的不多，更是保留一些意见。而且目标恐怕有点不一样。本来我刚才说他们是到美国来是逃命来的，90年代以后，更是有一种也许想回国沾光，在美国镀金，回国做那个海归那种，两边都有好处的一种态度，可是这个还是研究生多，到这个最近20年来，大学生这本科生来的更多，他们也是不一样的，主要都是一些像镀金过来的。我的分析可能不公正，可是我觉得过来的到加州来念本科的学生。多半是在国内高考考得不怎么样，进不去北大什么清华复旦，他就第二选择是到我们加州来。可是他们的社会背景阶层也是有钱的，对，他们过来有时候也是开 Tesla 来上课，那种学生，所以他也是一种拿到学位的一种心理。对对，您好像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您说就是说80年代的学生，就比如说像刘彬燕啊什么，到来做个讲座，就是各种学科的人都会来。但是现在的学生好像对这个中国的这些的政治呀各方面没有那么多关心，是吗？对对对，关心不关心不知道，可是他不说。80年代，比如你刚才提到刘彬燕，1988年我请他到 UCLA 来。半年，他也开了一个课，一个叫做当代中国社会分析的一个课。注册的学生大概有10几个学生，不多，给我们的课堂就是那么大的。后来大伙儿的几百个人都进来，都是科技方面的研究生。当然他没有 credit， 他不需要，他想来听这个刘彬燕怎么分析中国社会。而且很愿意把他的政治观点显示出来。近20年来都是不愿意把自己的政治。那您课堂上就比如说近10几年来，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年轻人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就比较严重。就我听别的一些美国的教授，就包括以前教过我的教授，就说他在讲课的时候，就会有中国学生就会露出来很多民族主义的这些评论，就是他们一说出口的都是刚才新闻联播的那种的话语。您的课堂上有吗？您一般会怎么来处理呢？我的课里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有点可怕，他们不跟我对着干。偶尔有人跟我对着干，但是我观察到的反应主要是他沉默。我教文学课里头的，不管是鲁迅那一代或者当代文学，你提到文学题目，很容易碰到所谓敏感问题。碰到一个敏感问题，我的班上的中国学生不说话，
我的理解不是因为他怕我，也不是因为他怕班上有打小报告的人，问题是他不知道班上有没有打小报告的人，他们互相的中国朋友、中国同学不认识，不愿意说。那我怎么知道他肚子里头有别的意见呢？是因为他到我办公室来1对1的时候，就把这种问题显露出来。当年有一个山西来的一个男学生，他对鲁迅非常感兴趣，而且脑子很强，非常聪明的一个小伙子，到我办公室来，林老师，因为他看见我书架子上有《64真相》那本书，他说，在64的时候，到底是士兵杀学生多，还是学生杀士兵多？他是很诚恳的问，他不知道。可是他很显然是想知道，想听我的一些看法，我把那书借给他。但是他就我只是一个记者的问题，说他来了美国这么长时间，他不到网上去看一看，或者他不信任网上的这些新闻报道。他在山西听到的故事，跟他到美国或者在海外看到的这个网络上的信息是不同的，所以他的脑子里头产生的刚才那问题是真诚的。对，到底哪一边对？他是这样问我。对，有意思，有意思。那1989年64的时候，您在北京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事处的主任。您最著名的一个壮举是64发生后帮助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艺人是物理学家方励之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那此后您也非常积极的支持各种的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给很多这种民运人士提供帮助，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奔走疾呼，真的是这样。你们如果不了解的听众可以去查一下。真的非常感激，非常感激。您曾经说过，就是您的职业生涯分为3部分：教中文、教中国文学和参与中国民主运动。就对于您来说，您最喜欢哪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哪一方面的工作给您的成就感更高一些？这个问题很大，可以说很长的时间。我先把一个，你刚才说我带方励之到使馆里去，这是个壮举，我不觉得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很多人以后称赞我说你怎么courage 那么大，有的人也批评我说你王八蛋，你去破坏了我们的交换节目。美国人也骂我，中国这官方也骂我，但是我自己感觉到也不是什么壮举，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64那天，方励之夫妇他要求我帮忙，我怎么说呢？你们会怎么说？你们说管你，我不帮忙，这很简单的事情。我把他们带到旅馆，第2天带到使馆里头，我没有觉得是什么壮举。可是你刚才这问题，对我的这 career 可以分为那3部分，一个是语言教学。我从一开始教了一辈子中文的1年级，我特别喜欢教1年级，训练学生的4声准。因为4声准的话，他们认识中国人的中国人会讲，洋人也是人呐，你看我可以跟他说话。他要是我是美国人，很高兴认识你，的根本谈不上来，所以我把4声看得很重要。训练他们会说标准的，我很喜欢这工作。可是这是我主要的这个学界里头的 identity 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文学呢，我越看当代文学，从刘必年的《人妖之间》伤痕文学以来，我觉得那些说真话的作者多半是一些政治看法不一样。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边缘的那种异议分子，为什么往那个政治方向走？我自己的心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说真话。刘必年的那人妖之间是可信的东西，别的我不便提名的是半真半假的或者全假的。
我一个外国学者，我当然要吸收那种真的东西，所以我是从这个途径进到所谓意义的世界里头来。可是到后来变成我的career 里头的第3个方面，一个是语言教学，一个是现代文学，一个是意义人权这方面。你问我最喜欢哪个呢？这很难说。这是你生了4个孩子，你最喜欢哪个的类似的问题，我很难说。我都喜欢，不同原因。语言教学、现代文学和意义人士，就有不同的吸引力。文学跟语言教学主要的不同是，语言教学那4声是这么说的，文法是那么说的，我知道答案，你学生不知道答案，我教你之后我有成就感，你本来不会说话，现在你会说话。叫文学不一样，文学我的目标，我不能说我全对你不懂，我要把真理递给你，不是，我想刺激你自己的独立思考啊。所以教完之后，他离开了课堂，他脑子里头带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跟语言教学非常不一样，但是他能够开始独立思考，能够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为什么跟别的观点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什么理由能够说。所以这个教文学跟教语言是不同的。意义人士我可能这个问题上也很困难，因为语言教学他不会中文，你教他会，那有成就感。文学你培养他的独立思考，你也有成就感。干了20、30几年的意义人士的协助的话，我不知道成就在哪儿。你看，习近平现在把中国往毛泽东那时代带走，我很容易觉得我苦干了一辈子没有成果。那您觉得值得吗？我觉得值得，可是我觉得值得也是怀疑我自己的动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为什么觉得得值？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去同情受压的人、被虐待的人跟慈善结构有点像。我是个好人，我喜欢我这个扮演这个角色，可是我没有成果的话，这是公正的吗？我应不应该满足自己是一个没有成功的干了很多年的一种 effort？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私，我有这种怀疑。对，您虽然就是中国社会的经济成了全球 GDP 第2，但是我们的政治没有前景，还倒退了。这也是，这是大家都在，而且您是为中国的人权、中国的民主化，真的奔走疾呼了这么几十年，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您从96年以后就不能去中国了，但是在我们大家都这么灰心的时刻，我们想用您一点的 wisdom 给我们说一下您的 perspectives， 对，您怎么来看？我不敢说有什么 wisdom。我们中国人认为年纪大的人有 wisdom， 反正就架着了，你就说吧。大后天我过80岁的生日，可是我现在我没有说前面我们聚到这儿也是因为给林老师庆祝80岁生日，但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说，您自己说。因为我要说的，我还是个79岁的小伙子。我说干了一辈子有没有成就这个问题，我昨天跟大家说的，跟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说的那2个例子，也是我能够安慰我自己的一种分析。我觉得习近平没有把中国社会带回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的红卫兵等等，他是真心的去追求这毛泽东摆出来的那些所谓理想
现在的社会不一样，现在中国社会有一种意识分裂的现象，有很多例子可以举，但是老百姓的这个意识分裂的那2个例子，一个是22年的冬天在北京举行了冬奥运会，那么国家宣传从上往下广播的都是多么光荣啊，多么伟大！共产党带了中国到新时期啊，这那个的，所有的电视上都是这样，从上往下的一种宣传。但是，也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网上那铁链女的故事出来了。大家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有一个拐卖的一个妇女，为了一个这个虐待她的人，生了8个孩子，用链子锁在一个小窑洞里头，然后上了网之后，也传的比那个奥运会还要广的一个，有人记录了多少，有点击率多少。铁链女，中国老百姓点的比冬奥还要多，说明什么呢？从上往下的宣传在这儿，从下往上的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也在那儿，最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的点击率还比上面的还要多啊，说明这个从上往下的宣传并没有消灭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价值观。第二呢例子是2000年阿根廷的足球队跟中国的足球队在中国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比赛，也在首都体育馆里头比赛，然后阿根廷的这个足球明星梅西，Daniel Messi 叫做，他在那儿有一个18岁的中国小伙子羡慕他，跑到球场去把他拥抱，那拥抱当然是犯规，那些公安人员追那个小伙子，小伙子跑得比公安人员快，他们肚子有点胖，跟不上，然后追了2圈那体育馆。才能把他追到。但是我注意的，我们都应该注意的，不是被追的，也不是跑的那个，是观众。观众的反应是什么？喜欢的小伙子，牛逼呀，你干得好！我为什么提这个例子呢？因为那个首都的体育馆那个场所，也就是68年玉罗克中国这个写了一个血统论的文章，反对共产党的这高级的血统论，红二代的继承。他因为他自己申请大学被拒，你虽然他考得很好，被拒，因为他血统不对，写了一个血统论，惹了毛泽东的反对，把他枪毙了。枪毙的时候，在体育馆里头被枪毙，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几个也一块被枪毙，但是北京的学校的小孩被老师带进体育馆去观察，你这个娱乐课，你走这条路，他被枪毙，吓唬那小孩，就是那个体育馆一样的体育馆。你看毛泽东68年，习近平23年，习近平想做一个毛泽东，他做不了，因为社会不一样。当时没有人站起来，根本没想到站起来说，玉罗克你牛逼，不会，所以我很难说我同情习近平，可是我同情他这一点，他想把中国社会拉回毛泽东时代，是徒劳的。他大概说，是有不同，所以我们干了几十年的所谓意义活动呢，有没有不同？有没有起作用？可能也不能说我们起的作用，可是中国社会是
是有进步。对对对，就是时代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看这么多年轻人，我觉得在白纸之前，可能都不太会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今年有这么多的人，我们的票10个小时就卖光了，真的还是挺。就是和几年前相比都不一样了，对，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您在1996年之后就上了中共的黑名单，再也没有去过中国，您想念中国吗？您想念中国的什么？您对这个就是这个不能去中国上黑名单，对您的学术生涯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但是我的学术因为是语言教学和现代文学你可以看这个文学作品，跟国内的同事有联系，也是因为有网络呀，可以有联系啊。当然，我人能够逛北京的胡同，听到各种新的说法，我真是我 miss 这个，我很想，能够去我肯定去，但是对我的这个 career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有一方面，我不知道共产党考虑了这个没有，他对黑名单的作用是在你没有上黑名单以前起的作用，因为怕你上黑名单。我很多同事一直到现在他怕，他也问我你的那红线你哪儿过的，我怎么避免落到你这个处境啊？就他们怕起作用，因为怕之后你审查自己，小心你说的话。你上了黑名单以后，你没有这怕，我已经上了。中国农民有一个成语我很喜欢，死猪不怕开水烫。我这成了死猪以后，我就不怕了。我真的有这作用，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上台来的嘉宾都是死猪不怕，都是死猪，基本上是这样。其实是一个 liberating，就不再想了。外国记者有新闻有什么新新闻有什么消息的时候，常常打电话问我的看法。你新闻记者，他为什么找我呢？我也是，当然是汉学家，当然也有别的汉学家。为什么问我？不是因为我认为我的知识更丰富或者怎么样，他知道我是个死猪，他知道我不会扭转我的看法。所以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影响。您可以 be an honest man。honest person， 你不用去遮掩，不用去撒谎，对，所以上了黑名单有这个好处，这很大的好处，很大的好处，对。那我再问您一下，就是这个，说一下，因为我们在座差不多都是留学过来的，那最近呢，就是中美关系不是太好。这个美国副国务卿这个 Kurt Campbell， 他最近也在一个一次访谈的时候说过，就是说他希望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去学人文学科。那个美国可以欢迎更多的印度学生来学习 STEM 理工的专业。就是我们在这肯定很多都是学 STEM 来的。这个我就想问您一下，您怎么看这个说法？就是以及您怎么看就是美国政府对这个中国学生学这个 STEM 这方面的这个限制？中国学生从一开始，从这毛死以后先来的，都是希望念 STEM 的多，哪怕是公费来的或者自费来的。我不反对过来研究 STEM， 当然我觉得那个 Kurt Campbell 那一点还是对的。过来研究 STEM 的留学生，我认为美国要是鼓励他，甚至也许规定他一定要念一点关于美国的宪法呀或者民主啊，因为他们常常过来的那些 STEM 的研究生，当然他们的脑子比我强多了，在他们的一些方面里头，但是他还是比较狭隘，他比较孤立，甚至在我们校园里头，
不干涉、不参加其他的美国的社会或者社会价值的这个机会，所以我当然我也不是美国政府的顾问呢，可是也能够鼓励他们念1-2门的民主理论或者宪法理论的课程，我会赞成，我觉得对他们自己好。对对对，实际上我以前有想过，我就说为什么美国很多大学招收这么多的中国学生，尤其是那个 engineering 的那个 department， 他们有一些学校几乎就恨不得大多数都是中国学生，但是他们只是收了中国学生的学费，不给他们任何的这种的，就说我怎么美国社会是怎么样，没有对他们这方面都不管的。但是有很多的这种的中国学生，他们想要来美国，他们只能学 STEM。但是就是现在就是签证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可能就是说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中美的现在的这种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就比如说美国学生到中国去的，可能就只有几百个学生，然后当然中国学生现在也好像是有一些下降吧，就是想来的人还是很多，但是很多人签证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种的就是people to people 这个 exchange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您怎么看这样子呢？就是我们就是反对中国反华，可能是现在美国特别政治正确的，至少在政治圈是吧？那这种 people to people 虽然大家两边都在说，政府都在说，但实质上是在减少的。您觉得这样下去是一个健康的，或者是我们尤其是中国人，他们应该怎么想这个事情？很多人想来美国，还应该来吗？来来回回的越多越好，我一直是这么看的。我记得64的时候，64以前那一年，你刚才提到我是在北京的美国科学院的交流办公室的主任，看到了很多交流的活动，代表团呢 ，joint 各种研究规划也都有。那64一发生，美国科学院考虑要不要断绝我们的所有的 program， 而且他给我的最后的任务是要跟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他们的节目里头的学者联系，要求他们赶紧离开，然后做完之后我自己也赶紧离开。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什么时候再建立关系呢？恢复我们的各种 program 呢？有的人说64太恶心，太难看，要断绝，不问，除非是中国官方来跟我们道歉或者什么，我们不恢复。别人都是有另外一种看法是说不，我们要建立关系，恢复关系。有的因为是不是那么敌视邓小平，跟乔治布什一样，他觉得邓小平是老朋友等等回来。我的看法呢，我站在这角度上要恢复所有的 program， 但是我的理由不一样。我的理由是因为本来中国学界这些学者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应该同情他。我们觉得受惊，我们觉得难看，他们也更是 suffer 的多。我们应该恢复 program， 是因为民间的交流越多越好。近几年来少是少了，我觉得很可惜，我想恢复。我在 Princeton 那时候90年代初，我跟我一个 Princeton 的一个普大的一个同事办了一个叫Princeton in 北京一个暑期班，训练外国孩子到中国去学中文。到最近里面这个疫情的时候，习近平来了以后更困难，垮了几年，我们今年刚刚在恢复，但是只有我们的 program 恢复。我们有90多个学生，什么哈佛、哥大什么的都跑了或者垮了，没有，少多了。是因为美国人没有人有兴趣吗？还是因为中国那边不批准呢？
还是怎么？中国很欢迎，很欢迎是吧？习近平不说要欢迎5万个美国青年到中国去吗？对，而且呢，中国的大学，我们跟北师大有联系，北师大是我们的 host campus， 他们一直很希望我们回来，因为对北师大来说是好事儿。北师大跟上面的官方也是有不同的，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困难，不同看法。但是北师大的同事都是很欢迎我们回来。那你怎么觉得，就是美国的年轻人现在对于学习中文、学习中国是吧？有这么少的兴趣，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去。然后几乎我认识的每一个美国人都来问我说：“哎，我去中国安全不安全？”这很多人就是做生意的，我觉得中国是不是欢迎你去嘛？就是可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说这么往前走，中国还能做什么，或者美国政府可以做什么，能让更多的美国人来对中国感兴趣？就是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就是一下子减少了很多，就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办我们那个普北班 Princeton in 北京的时候，每年有100-200个学生申请，有的是因为对中国的文学历史或者远东的那种神秘感一个影响，有吸引力。但是过几年中国的经济蓬勃发达的时候，有很多半的都是为了要赚钱，到中国去做生意啊，或者开银行啊这一类的多。然后这经济或者最近有这些政治问题、疫情问题来的越来越少了。我觉得一直有那么一个层面的学生，美国学生对中国的历史、文学、神秘感感兴趣，这个没变。问题是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有 career 在中国，这个有一段时候是非常热心的，现在看不出。但是美国政府能不能控制这问题？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这一点是不同的。不集权的政府，它不能号召你们应该多少人到中国去做研究，这个跟中国政府不一样。所以这个现象，这个要是有好转呢，只能是一个根据自然的发展的一个。对，但是我就在想，美国国务院是吧？他要派很多的外交官，这个他的那个可以选择的这个 pool 就变小了很多嘛，就没有那么多人学中文，对中国也没有那么多兴趣了。他要还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还是和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联系。我再说一下关于我教中国的研究大学生过来到加州大学的一些经验。你刚才问有没有学生跟我对着干，有没有说你欺负中国人或者怎么样？我是有这问题。我有一门大课，从甲骨文到习近平中国这个历史的概括的一门课。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下课以后，我还是讲古代的时候。关于封建2个字，他提出一个问题来，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文章里头常常说封建，过去的封建社会，他指的封建是49年以前，明清也是封建。我改了他，我说中国历史上是有一个封建的时期，但是先秦的周代，那个跟欧洲的那种传统概念的封建是有点类似，可以用封建2个字，但是以后不是，以后用封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套上去的概念，什么slave society， 然后是封建 society， 然后是 bourgeois society， 他们都是收了这个概念。我们从小就是学的这个呀，封建。所以我改了之后，有一个学生他下课以后他来说，林老师，您可能不知道，您说的那一点是敏感问题。
下课来说他的意思，下课的时候，他的态度对我的态度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帮忙的态度。他要帮我理解你不知道这是敏感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是敏感问题，我不应该提，不应该提。我就告诉他，而且我下一次演讲的时候，一开头跟所有的200个学生都说了，我做教授的任务是把我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说出来给你们听。至于是哪个党、哪个国家、哪个人认为我的概念不对，那是他的事儿。我的任务是把我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显示出来给你们看。所以这封建也是这个问题，我还是劝你们不要用封建2个字。像这个小伙子能够下课以后来跟我说，你说的是敏感问题，是少数的。一般他们不愿意跟我批评我，但是我感觉到他们有不同看法的。我再举个例子，有一个大学生想申请研究所，问我能不能给他写推荐信。我说可以，可是我不太了解你的愿望、你的背景、你的想法，我们见个面好不好？那是疫情的时候，他说 OK， 网络上我们用那个叫什么 Zoom， 我们 Zoom 一个对话 ，Zoom 你开始问他的时候，他说林老师能不能把那个录音关掉？因为 Zoom 它自动的录音，能不能？我就纳闷是你跟我2个人，为什么？有什么录不录音的问题？他说那么我还是觉得不录音好，不录音好。哪怕是他跟我2个人的对话里头，他还是怕录音。他们一直怕的是一种他不知道谁来观察的问题，跟上课一样，他周围的同学有没有可能会打小报告，他不知道，他怕。所以我说，一般我感觉到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跟我提出问题来对着干，是因为我发现他们自己自我审查。对，是这样。那我们听众还是有挺多的这个问题的。现在大家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Leon 的一个问题。他说：“请问林培瑞老师，感觉老师有一个 assumption， 就是习近平想把中国带回毛时代。我个人的感觉是，习近平更关注的是个人集权，对于是否回到毛时代，也许不是他的 priority。不知道您怎么看待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政治愿景和理想的异同？这是好大的一个问题。我不认识习近平，也没有跟他谈过话，但是我的印象是，他上来的时候，什么勾心斗角，怎么爬梯子，这些是很聪明的。他爬到上头，感觉的是 I have to do something。这个胡锦涛留下来的那种击鼓传花，我觉得。习近平上来的时候是一种那种击鼓传花的一种气氛来的 ，I have to do something。但是习近平自己的文化水平相当低，他的初衷对，刚才李瑞说了，对，跟李瑞说的，后来那些文凭都是他自己的 staff 写的，或者是空的东西，所以他。理解历史，理解中国以外，理解大问题很有限。就是作为一个 intellectual， 他还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水平，他相当弱，所以他上来 I have to do something. What can I do？ 他的那 intellectual resources 不多，他只能回到毛那一套，我能够因为他这个他懂。别的他不懂，他就把这个抓出来，像利用。我刚才说我有点同情他，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抓这个出来，在改造中国社会是不行的，因为中国社会也不一样了。但是他的目标是往这边拉，所以学毛泽东是他自己主观的要去学，能够学得到又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不一定。对对，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他说想知道林培瑞老师是如何保持坚定的信念的，因为全世界的民主也有这种倒退的现象，民主的衰落是吧？甚至有学者在设想，民主是不是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就是专制是不是必然？呀，我也只能从肚子里头说我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民主和开放跟人性有关系，是一个自然的东西。老舍的那《骆驼祥子》里头有一段他描写蚂蚱，蚂蚱能够一大伙儿去把整个一个庄稼给吃尽了，造成 famine， 这力气很大。但是个别的蚂蚱，你拴上它的腿，它跳也跳不到哪儿去。意思说，连蚂蚱都有一种想控制自己的行为的一个愿望，更不要说人。所以我觉得人权民主这一点上，我非常赞成方励之的分析。这是个人跟人性有关系的一个自然的方式，不是一个西方的传统。当然的种子是从欧洲的 Enlightenment 长出来的，但是跟人性有关系，这是一种自然的东西。所以目前这儿那儿世界上有倒退的现象，我觉得不是长远的发展。长远的发展，我觉得自然的会人性是向往自由的，这是自然的，对，不会变的。对，是人是向往公正的 justice， 也是很自然的。对。还有一个挺好的问题是，就是刚刚听到，就是我说您96年以后就没有去过中国，他们想知道在遥远的彼岸，您如何对中国的故事保持敏锐，如何获取到真实的中国的信息，以及这样关注的动力是来源哪里的？来源是网络上，我的妻子同意的，帮我看很多网络的信息。而且有很多中国朋友，包括袁立，我本来不认识袁立来，那么许成刚啊，各种朋友，我当然这是间接的理解中国社会，但是间接的还是比不能理解还强得多。而且我可能有点自豪的，好像不应该说，可是我觉得要说障碍的话，外国人要理解中国社会的障碍在哪儿？是人不能去是个障碍，但是我觉得更大的障碍是语言。我能够说中国话，能够跟中国人交谈，能够看中国的资料，翻中国的作品，这个价值比人能够去还要重要的多。还有就是这个理解怎么看中国人，就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说中文，但是他永远是站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我不便说名字，可是有一些汉学家，包括在政府里头做顾问的汉学家，他不会说中国话，也不大看中国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去跟高官做访问，经过翻译去跟他访问，他接触的中国亲切还是我接触的中国亲切。对。刘晓波有一篇很好玩的文章，洋鬼子为什么进不去中国？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国？他的分析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他说呢，哪怕他到北京去做访问的时候，他受骗受得很厉害，写得很好。行，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最后的问题，就是说，就是播客的不少听众，他们都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政治前景感到这个郁闷和痛苦。您认为他们就是除了个人的这么痛苦之外，自己可以做点什么？Václav Havel 有一些很好的文章。东欧的经验跟中国在极权主义之下的经验有点像。Havel 的意思是，你就在社会的风寮里头做个人，
做个正常的人，自己周围的里头，从那儿开始，独立思考，做你的好人，上面怎么样是上面的事情，他把你压到哪儿去，你等着他走了再占那个空地了，但是不要灰心，这凤寮会长大，杰克翻身的时候，是个很偶然的一个合唱团，唱的一些歌儿点燃的，然后有社会的这个大变化跟着来。这刘晓波有一种分析中国的幽默的问题，有很多损了官方的一些笑话传的比他本来的 corruption 传得多远，我的笑话也传得多远，有好处，因为到时候能够翻身的时候，你已经讽刺过他，也把他人化了，你能够转过来，更是没有很厉害的敌对感，写得很好的刘晓波，可以用幽默去用幽默，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独立思考坚持下去，不要怕，慢慢来，慢慢来，会起作用。就是哈维尔他说是 living in truth 是吧？对，对，这个是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好，谢谢林老师。